大家好，我是 Irene。那我们要来进行股票价格整合器 API 的开发咯。首先，我们一样打开你的编译器，那我们建立一个如图中的初始档案。那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呼叫。如果没有这个套件啊，我们就是进行安装。执行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建立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可以确保你的套件都有安装在你的虚拟环境中，这样你的本地就不会那么的杂乱，就是塞满了许多的套件。输入建立虚拟环境的代码。那我们输入指令来建立虚拟环境。那如果你呼叫这个指令发生错误的话，就我们一样安装这个虚拟环境的功能。接下来建立虚拟环境。因为看到这边就有你建立的虚拟环境，那我们要怎么进入到虚拟环境里面呢？我们要呼叫这个资料夹里面 script 资料夹里面的这一支档案。这样子就会看到前面有显示你这个虚拟环境的名称，代表你已经进来这个虚拟环境里面了。好，这时候我们再呼叫一次档案，会发现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了，所以它里面的套件你就要再重新安装到虚拟环境里面。OK， 那这时候我们再呼叫一次，就会发现执行成功了哦。那我们现在要来取得股票的价格。那我们一样，先 import 我们会用到的套件，就是先 import 一个 JSON， 一样建立路由。但我们这个后缀必须是 stock 股票。呼叫方法只能是 post。那它会执行这个 stock 的 function， 这样加入例外处理，然后确定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的输入参数。设定 response 的格式必须是 JSON， 加入例外处理。参数 status 会是0，然后会传错误讯息。并且回传的这个状态码是400。OK， 我们储存。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呼叫啊，这个 post 这个网址，我们这样呼叫，它会是错的，它会说找不到。因为我们有新增的后缀，必须要有这个 start 后缀，我们才可以送出请求。
这样子我们请求就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取得股票价格的资讯了。那我们一样建立一个 class， 并且初始化它。然后呼叫 class 的时候要传入这个输入参数，我们把这个 class 里面的一些初始参数来进行设定。那我们已经把这个类别里面的参数都稍微制定好了。那我们再建立一个取得结果的方法。我们先试试看，就是这个可不可以执行。把它回传。好，那我们在主程式中呼叫这个类别，并将我们的输入参数传进去。刚刚不小心发生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这个回传的 tab 放错地方了。它在不小心被我放在 JSON 的那里了。好，那我们把这个 stat1 补上去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回到 Postman 来进行呼叫，要把该传入的参数传入进去。这时候呼叫呢，就会得到我们刚刚设定的 stat11。那我们要来利用雅虎提供的套件取得股票资料咯。首先我们要 import 我们所需要用得到的套件，在 import 一个在取得股票资讯的时候要进行错误处理用的。接着我们建立一个取得股票资讯、价格资讯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叫做 get stock price。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套件啊提供的一个功能叫做 download。那它可以同时下载很多个股票的价格资讯。我们的输入参数呢，刚好就是股票代码的阵列。然后也可以指定传入的时间，股票的开始时间啊，那个指定的开始时间跟指定的结束时间。那取得到股票资料的时候，我们刚刚储存的时候跳出了一个错误，他说没有这个套件，这时候我们就要安装。好，那我们可以呼叫这个方法，然后我们把我们取到的资料印出来看看。送出，它 print 出来了，它是一个空的 data frame。好，那我们把时间缩短一点，送出请求，看看我们捞到了什么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捞到的是一个 data frame。那它显示的就是这个00550跟特斯拉这个各种类型的价格。那我们可以把其中的
Close 先取出来，把它 print 出来，看看我们拿到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单纯那一个类别2种股票的价格。那我们把它转换为 JSON， 用 index 的模式。那因为我们有日期，所以我们要加入这个参数，把日期转换为正常的中文，不然会变成时间。这时候我们再呼叫一次。OK， 就会看到它已经被我们转做 JSON 了。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实际回传看看。可以看到这个字串的格式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把它2次丢到 JSON 里面，转为 JSON 的这个先拔掉。那我们试试看，好，那我们就可以呼叫看看，可以看到它已经作为一个 JSON 的资料，并且以日期来作为区隔印出来了。这样子我们就算是有取到这个股票的价格了嘛。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加上一行程式码。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取得上的错误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抛出错误的讯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股票找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时间格式找不到的时候错误了。可以看，如果股票代码错误，它就会抛出错误讯息。那我们要列出栏位的列举，那我们一样 import 列举这个套件，储存，并且我们建立这个栏位的列举，把栏位名称打进去列举里面。如果输入1就是 Hi， 输入0就是 Open， 输入2就是Log， 依此类推。那我们刚刚因为栏位是输入数字嘛，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列举中透过数字来取出栏位的名称。我们要透过刚刚建立的列举来取得我们输入的参数对应的名称是多少。然后呢，我们一样把它转换为 JSON 格式。好，可以看到我们又成功取到了。这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日期是从远至今，5号、6号、7号。那我们要把它相反过来，我们要从近至远，所以我们要加上这个参数。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就是从近至远顺序颠倒过来了。好，那我们要来进行资料格式的整理啦。
所以我们进行资料格式的整理之前，我们先建立一个方法，它叫做 prepare data。我们先建立一个空的 list， 然后呢，我们要呼叫这个方法。那我们把这个本来是 JSON 格式的这里，我们改为字典，因为我们要进行资料格式整理嘛。好，储存，继续来进行资料格式的处理。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字典里面用 for 回圈下去跑 ，print 出来，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得到了各个日期，这个回圈里面的 i 各个日期这样。那我们就在空的 list 里面新增将日期作为 temp， 然后我们要指定这个格式，就是要转换成字串的格式。接着呢，我们要把每一个股票的它数据放到 data 里面。那这个 data 里面呢，会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每一个股票它们的代号跟数值是多少。所以我们要一样在里面是一个 for 回圈，这边会比较复杂，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for 回圈，然后我会取得2个值，那这2个值在每一个时间段里面它们的 items。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设定股票代码跟数字的字典，这个就可以删掉。那可以了之后，我们就是将结果也换一下，加上我们的结果，然后把它 return 回来。再加上把它转换为 JSON 格式。我们刚刚有一点呼叫错误，少一个逗号。我们可以重新执行。那我们编写完成后，就可以实际来呼叫看看啦。可以看到我们的确的由近至远，并且依照我们的格式，每一个时间区间它会显示那个时间区间我们想要知道的股票的价格。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它找不到那时候该股票的价格，它会以 NaN 显示，我们想要的是 null。所以呢，我们还要改一下程式嘛，我们要 import 一些套件。那在我们呼叫完股票，并且把指定栏位取出来进行顺序的翻转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出现的 NaN 转换为 Now。再呼叫一次，
就可以看到 NaN 已经被替换成诺了。成功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下测试。如果我今天只要一个股票，就是有人就突然单纯只想要一个股票的话，我们呼叫会发生这样子的错误。这样子的错误是因为只有一只股票的时候，它并不会被转为 data frame， 就是它会被转为 series， 所以呢，我们要再把它强制转回。好，那我们就加入了一些程式码来进行处理。那这时候我们呼叫就是正常的了，就会单纯只显示这一只股票的价格。那我们这支 API 就完成啦。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使用的就是虚拟环境。那我们虚拟环境如果要转移到另外一个电脑，我们要把这个虚拟环境无痛转移嘛。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使用到的套件汇出，输入程式码，把它汇出至 requirement 的 p_d 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使用到的套件啦。这个章节就到这边完成啦，那恭喜大家完成你们的第2支 API。那在下一个章节，我会跟大家分享 Spurious API 这个商城平台提供着什么样的服务。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